周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菲律宾外长洛钦举行会谈，双方认为要排除干扰，冷静妥善管控分歧，不使其影响中菲关系大局。就南海问题，两人认为应将海上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而美国近日公布所谓航行自由报告，再次向外界表明谁才是地区局势紧张的搅局者。与此同时，美国海军还首次在菲律宾进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登陆。周日，中菲外长在安徽屯溪举行会谈。王毅说，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以来，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推动中菲关系走出低谷，迈上正轨。中方始终将菲律宾放在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位置。中国对菲奉行的睦邻友好政策保持着延续性和稳定性。此外，王毅还赞赏菲方担任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期间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将近6年期间，中菲关系从当年的陷入到低谷，到现在出现一个友好合作的高潮。我们始终把同菲律宾的关系置于中国的周边外交的优先的位置上。王毅还强调，双方要排除干扰，冷静妥善管控分歧，不使其影响中菲关系大局。从中菲建交以来，以及从18年我们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以来，如果美国的影响较小，或者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介入力度小，中菲关系的发展就会比较顺畅。那么美国力度加大，我们这个关系就会发展的，应该说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么现在说中菲如何去面对这种困难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双方要聚焦在双边的合作。那么现在就是说双方也正在筹划后疫情时代怎么去深化双边的关系。所以我想双边关系深入了，那么美国的这个因素可能就也不会对我们构成太大的挑战。菲律宾外长洛钦表示，菲中关系日趋成熟，两国务实合作取得历史性成果，为双方带来持久利益。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在动荡不定的世界中树立了新的榜样。中国带领地区国家团结抗疫，中国疫苗成为大家的救生船。菲方坚决反对抹黑中国搞疫苗外交的论调。Will be crucial to the Philippine recovery and indispensable in getting the global economy back on its feet. I have never hidden that. I've told that to everybody. I've told it to the Americans, told it to the West. 双方还就南海问题交换意见，认为应将海上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王毅表示，我们愿同各方一道，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为契机，汇聚和平稳定共识，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致力于将南海建设为和平合作之海。王毅强调，当前尤应防止因举措不当干扰甚至损害两国关系及南海稳定。洛钦表示，菲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共同努力。近来，中菲之间互动频繁。1月17日，第5届中国菲律宾马尼拉论坛以线上方式举行。针对南海问题，王毅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中国绝不会以大欺小，更不相信赢者通吃。中菲双方都有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在一时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两国应该将争议问题置于适当位置，防止影响甚至绑架中菲关系全局。我觉得对中菲而言，南海问题只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对两个国家来说的话，双边关系一方面我们要维持这个南海的这种和平稳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管控这种争端。也就是说，其实对双方而言，第一个我们要保证去探讨如何去和平的去解决这个争端，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争端和危机起来的时候，双方如何去管控这种危机。但与此同时，美军却通过与南海域内国家举行联合军演刷存在感，进而展示军力秀肌肉。上周一开始，2022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吕宋岛拉开帷幕。此次演习持续至本周五，为期12天。演习内容包括海上安全、实弹训练、反恐、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内容。美国海军不仅派出阿什兰号船坞登陆舰，还专门从日本3泽空军基地调来多架 F-16战斗机。此次军演也被美国媒体称为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据悉，双方共派出约8900名军人参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军演中，美国海军还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登陆演练。爱国者导弹系统借助2艘2栖气垫登陆艇，从美阿什兰号登陆舰运上岛屿。参加演习的美国海军部队驻扎在日本。有分析称，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美军在亚太地区快速部署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能力。
对于美菲此次军演，中国外交部3月23日作出回应表示，中国不反对有关国家在其境内举行军事演习，但希望不要做有损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中菲之间不存在紧张关系，希望有关方面不要人为制造紧张。有分析指出，在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下，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协同其盟友在南海及印太地区军事和政治外交的投入会越来越多，希望继续借助南海议题恶化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此次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安徽屯溪，除了会见菲律宾外长洛钦，还与印度尼西亚外长雷特诺、泰国副总理兼外长敦以及缅甸外长温纳茂伦举行会晤，传递出积极的合作信号，无疑是在对冲域外势力对本地区的分化，有助将南海真正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还有分析指出，东盟各国对于在大国博弈问题上选边站队极为排斥。美国企图通过推动印太战略而打造排他性联盟的动向，本就不符合地区国家的愿景。其实这个地区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实际上东南亚国家对这个地区出现这种导弹也好，甚至是之前的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搞的这个核潜艇，这个东西都是对整个地区的一种挑战。所以说，我觉得美菲的这种军事合作，它基于盟友的这种关系，它去合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种合作不应该是针对第三方，也不应该是对这种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长期以来，美国作为域外国家，却从未放弃炒作南海议题来分化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仅损害中国的权益，也阻碍地区的和平与发展。3月20日，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乘坐反潜巡逻机跑到南海作秀，无端指责中国进行所谓南海岛礁军事化，对南海邻近国家构成威胁。在上周四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吴谦大校回应称，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既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也是应对美方挑衅的必要措施，完全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南海军事化这顶大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美方才是其合适的主人。阿奎利诺将军飞行期间看到的不应只是星罗棋布的岛礁，恐怕还包括不少耀武扬威的美军舰机。他们不远万里跑到南海来寻衅滋事，究竟意欲何为？地区国家看得很清楚。事实证明，美方才是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是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上周五，美方还发布美军航行自由行动2021财政年度报告，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报告显示，美军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间，累计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37次，其中与中国相关最多，涉及中国大陆5次，台湾地区1次。外界注意到，美军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明显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所有37次行动中，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相关的共28件，占比为75%。其中重点在亚洲国家，涉及国家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讽刺的是，美军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还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盟友，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美军相关报告自1992年起连续发布了29年。五角大楼为了师出有名，单方面声称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海洋权利主张是过度的，对国际秩序构成了威胁，必须对此加以挑战。不过，众所周知，美国动辄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说事，言必称基于规则的秩序，但其却并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此其所谓的航行自由，不过是为了在南海寻衅滋事、横行自由的借口。美国在这个地区，它这种军事力量的部署也加剧了这个地区的安全困境。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强调维护这个整个区域的这种稳定。那么就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我们跟东南亚国家在推动这个 COC 的这种谈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接受采访透露，现在他每天都在研究增加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很快将对俄罗斯采取更多行动。不过，波兰政府失望地表示，目前俄罗斯卢布仍坚挺，证明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失败了。事实上，卢布价格已经回到俄乌冲突前水平。普京签署卢布令，对不友好国家发起了反击。俄罗斯随时可能关闭天然气阀门，成为高悬在欧洲国家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在参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一档节目时表示，制裁的目的是要寻求对俄罗斯经济的长远打击。We've see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xodus of virtually every leading busines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eaving Russia. Everything from McDonald's to Toyota. And that's having not just an immediate impact, but a long-term impact. And then the export controls that we've imposed on Russia, denying it the technology it needs to modernize industry after industry, that's going to have an increasing bite. Having said that, to your point, we're working every single day with partners and allies around the world to make sure that we're tightening the sanctions, closing any loopholes, adding new ones. 布林肯还开出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条件。We'll be looking to see what Ukraine is doing and what it wants to do. And if it concludes that it can bring this war to an end, stop the death and destruction, and continue to assert its independence and its sovereignty, and ultimately that requires the lifting of sanctions, of course,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sanctions, Chuck, is not to be there indefinitely. It's to change Russia's conduct. And if as a result of negotiations, the sanctions, the pressure, the support for Ukraine, we achieve just that, then at some point the sanctions will go away. But that is profoundly up to Russia and what it does going forward.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认为，与其说布林肯在开出解除制裁俄罗斯的条件，倒不如说是美方在向乌克兰政府施压。拜登政府和之前的历届的这个美国政府最大的一点不同呢，就是他上任之后从来没有寻求和这个俄罗斯重置关系，重新缓和关系。应该说，这个最主要的意思还是说，在这个和谈的这个方面给这个乌克兰施压，就是等于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来敲打乌克兰，说你不要这个做出很大的让步，你就把这个条件要得很高，让这个和谈谈不成，我们继续把这个制裁能继续下去。能源贸易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也让欧美又爱又恨。事实上，不仅欧洲离不开俄罗斯能源，连美国近期都在大举购入质优价廉的俄罗斯原油。拜登3月9日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油气，但有45天的宽限期。这45天大甩卖的机会被美国企业牢牢抓住。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波波夫证实，最近一周，美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数量增加了43%，为每天10万桶。除了石油，俄罗斯矿物和肥料对美出口也出现增长。《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乌拉尔原油每桶比市场价格低$10，折扣幅度史上罕见。半岛电视台指出，虽然欧盟从政治层面不断升级对俄罗斯油气的制裁，但实际上不断大笔买入俄罗斯油气的恰恰也是欧盟。统计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欧洲每天在俄罗斯天然气上的花费为2亿至8亿欧元。这些销售大大削弱了制裁的效果。英国卫报评论称，欧美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十分混乱，却让欧洲老百姓承受了物价飞涨等不必要的痛苦。事实上，欧美市场只占俄罗斯油气出口的一半，在欧美以外，俄罗斯油气不缺买家。据印度媒体报道，俄罗斯近期出售给印度的原油友情价折扣幅度高达$35每桶，印度立即签订了1300万桶的合约。印尼也有意增购俄罗斯原油。路透社认为，美国前些年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石油进行制裁，这导致俄罗斯原油成为目前国际能源供应链的重要一环。这也强化了普京签署卢布令的底气。卢布令要求不友好国家以开设在俄罗斯银行的卢布账户支付油气账单。俄方还有意将卢布令扩大到粮食、农产品、金属、化肥、煤炭和木材等领域。俄罗斯央行表示，卢布令并非是要怠慢俄罗斯企业的客户，而是因为该国的跨国支付已经被美西方冻结。卢布令是用来反击美西方对卢布的围剿。在美西方对俄金融实施核打击初期，俄罗斯卢布汇率狂跌，3月7日跌至151卢布兑换1美元新低，几乎贬值一半。但在普京签发卢布令后，已恢复至84卢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与俄乌冲突之前基本持平。经济学家指出，卢布保卫战之所以取得成效，有3个原因。最重要的，能源市场是卢布最有力的支撑。俄罗斯以降价抛售油气的方式，快速与印度等国签订大单，稳住出口基本盘，卢布就失去了下跌的理由。
其次，卢布令强化了市场对卢布的需求，还让天然气价格暴涨30%。反过来，坚挺的卢布汇率和更昂贵的天然气将进一步充实俄罗斯国库，因为买家向俄罗斯央行购买卢布时花费的美元或欧元也将增多。第三，俄罗斯央行还以5000卢布每克的价格从信贷机构回购黄金，将黄金价格与卢布挂钩，进一步增强市场信心。周六，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承认，卢布汇率回稳是西方对俄制裁根本不起作用的一大证明，但他呼吁西方要更强硬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央行透露，目前遭西方冻结的资产总价值将近3000亿美元。外界认为这令俄罗斯的经济十分痛苦，但同时也打击了参与制裁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信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就警告，对俄金融制裁也会逐步削弱美元地位，将刺激更多国家之间加速推进本币互换以及发展数字货币。上周，印度和俄罗斯之间卢布换卢比就进入技术谈判阶段。上周五，欧盟呼吁成员国无视卢布令，不要以美元和欧元之外的货币支付俄罗斯油气账单，但匈牙利一票否决了欧盟集体抵制卢布令的提案。目前，越来越多成员国已经对欧盟抵制俄罗斯油气吃不消了。拉脱维亚天然气公司周日宣布考虑使用卢布结算。斯洛伐克经济部长同日也宣布，该国约85%的天然气需求依赖俄罗斯，因此将遵守俄罗斯卢布令。观察指出，实际上第一个对卢布令出现松动迹象的是欧洲经济发动机德国。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卢布令生效前一天与普京通话中，要求俄方提供如何用卢布支付的书面文件，这被外界解读为德国政府在为切换付款货币做准备。德国是俄罗斯天然气在欧洲的最大买家，他的态度具有风向标意义。应该说，俄罗斯这个反制裁的措施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实际上，这个俄罗斯是欧洲很多国家的这个能源还有这个粮食的这个供给国。如果说双方之间处在一个战时或者准战时这样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物资的需求方所设定的这一套这个无论是美元结算还是欧元结算这一套金融秩序就实际上失效了。因为它对这个能源、对粮食的这个需求是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替代的来源的，所以它很多国家实际上也不得不用一种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方式接受俄方的这样的条件。其实已经在这个西方制裁阵营中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研究显示，制裁将导致俄罗斯经济萎缩10%，但如果俄罗斯一旦关闭对欧洲的天然气阀门，欧洲经济将陷入灾难。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上周将今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从4.6%大幅下调至1.8%，这还是在未切断与俄罗斯的油气供应的前提下推算的数字。除了能源产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亚当·图兹呼吁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制裁俄罗斯对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影响。粮食安全将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治理危机。亚当·图兹认为，制裁俄罗斯将导致全球性的连锁反应，简而言之，大多数国家都将受到连带的负面影响，包括美国。The shock to the world food supply is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to the world's energy supply, because Russia and Ukraine together add up to close to 30% of the wheat supply, very, very large percentage also of vegetable oils, which are crucial, say, in Indian cuisine. Sunflower oil, 80% of that comes out of the Black Sea region. There is very serious reason to be concerned about the ability of low-income countries to afford basic foodstuffs through the autumn, through the fall, and into the winter. But we're America. What about us? America should not, I think, exaggerate the scale of its difficulties. The shock to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felt through the oil market above all. 亚当·图兹还指出了西方制裁的一个误区，那就是将许多俄罗斯寡头列入制裁名单。他认为，西方此举本意是想从内部分化俄罗斯产业界，但是寡头们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现在制裁他们只会激起俄罗斯人对西方的不满。他还认为，在美西方如此对俄罗斯极限施压的情况下，俄罗斯与西方的石油贸易仍未被叫停，这显示全球化之下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在弹性。
We are seeing a lasting reshap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but I think this war is just part of a broader set of forces that are doing that reconfigur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without some of the, if you like, cultural aspirations, the promises of convergence and harmony, all of that, I think, rings pretty hollow at this point. I mean,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as this war is going on, as Russia is shelling Ukrainian cities, both Ukrainians and Europeans continue to consume its gas. So those connections are profoundly resilient, but no one is any longer going to pretend that that connection is going to create eternal peace between Russia and Western Europe. 标枪反坦克导弹在此次俄乌冲突中被乌军大量使用，成为美军火商大发战争不义之财的工具。而台军近来多次公开展示相关导弹试射，到底释放哪些信号？秦真、张思南独家观察。台湾军方媒体周日公布所谓3军联战训练内容，并指出参演官兵进行标枪导弹射击。在这次俄乌冲突中，这款美制武器被乌军大量使用，似乎让台军看到了制胜法宝，计划向美方采购更多武器装备。分析指，推高地区紧张局势，然后借机售卖武器获取暴利，成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火商赚钱的最佳途径。台湾防务部门旗下的军文社报道称，台海军陆战队陆战66旅周日在3军联训基地实施3军联合作战训练测考操演，并公布官兵进行标枪导弹射击的照片。据悉，标枪导弹是美国研制的一种2人操作反装甲导弹，以导弹弹体及可重复使用的发射器为一套系统，对敌方装甲车辆具有较强的杀伤破坏力。由于重量较重，一般均为坐在地面上发射，有效射程可达2500米，最大射程为4750米。由于摧毁力强，有着所谓坦克杀手之称。台军2002年首度向美方购买40具标枪发射器与360枚标枪导弹，此后又在2008年、2015年、2021年分批次共向美国购买标枪反坦克导弹发射系统122套，导弹1124枚。台湾陆军、海军陆战队目前都配有相当数量的标枪导弹。它3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就是打得远，白天打4000多米，晚上打2000多米。第二大特点就是发射后不管，就是射手打出来之后马上就可以走，剩下的就是攻击目标啊等等全部交给导弹，就它技术含量都揉在导弹里边。第3大特点就是这导弹打得还比较准，还不容易被干扰。在此次俄乌冲突中，这款美制武器被乌军大量使用，台军近来也多次公开演练该武器，似乎有意展示所谓保台决心。3月下旬，台军方就公开了台陆军士兵使用标枪导弹的过程，并表示一名合格的标枪射手需要经过136小时的训练过程。而攻顶作战模式以及采用红外成像寻标器技术，是标枪导弹最为台军津津乐道的。也就是说，射手无论白天或黑夜都可以凭借红外成像瞄准装置搜索目标，锁定目标后，导弹会记忆目标的红外线影像，自动追踪攻击。导弹锁定目标后，会飞至目标上方引爆装药弹头，攻击坦克顶部装甲脆弱的部分。台媒称，除了攻顶模式之外，标枪导弹也可以采取直接攻击模式来对付在碉堡中或有良好掩护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现代战争讲求立体作战，单靠1-2种单兵武器就幻想以武拒统，无疑是天方夜谭。台军方还坦诚，现役的标枪导弹有部分系统和结构老旧，装备妥善率和导弹可靠性正逐年下降。所以在去年，台军就再向美国增购400枚新型标枪导弹，将在2023年和2024年各运交共400枚给台当局。新购标枪导弹不仅会配附在外岛及中南部部队，大台北的防卫部队也将部署这款中程反装甲导弹。有岛内所谓军事专家竟称，如果两岸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台湾每天需要300枚标枪导弹，以现有加新购数量将近1500枚，等于5天内标枪导弹就用尽，所以数量远远不够。台湾当局以武拒统，并且从这次的俄乌冲突当中，他似乎看到了，好像用这样的武器，好像有在不对称的作战中，似乎能有这样一些作用啊。但我个人一直认为，就是靠单兵的这样的武器。对抗一个正规的大规模的，无论是地面、空中综合的一个攻击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足以扭转战局的。而且标枪这样的反坦克导弹非常昂贵，单枚是20万美元，20多万美元一枚，
如果没有大量的补给、大量的后勤的保障供应的话，它是很难就单靠这1-2种导弹扭转战局的。尽管台湾问题与当前的乌克兰危机毫无关联，但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眼中却有着惊人相似的商机，那就是推高地区紧张局势，然后借机售卖武器获取暴利。就以这次俄乌冲突为例，自战事爆发以来，包括美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各大军火商股价皆都大涨。其中，美国军火商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股票上涨28%以上，雷神公司上涨20%。据法新社报道，由于美国向乌克兰大量提供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自己的库存量。因此，美国要求军工巨头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加速生产。而事实上，北约自身在武器采购方面也是在向美国采购居多，向乌克兰支援的大部分都是毒刺和标枪等美制导弹，而乌克兰似乎也像一个无底洞，明确表示希望美国每天能够提供500枚毒刺和500枚标枪。这样的需求让美国的军火也出现了紧缺，尽管美国对此保密，但是已经开始让军火生产商加大生产，并且强调需要储备一定的数量来应对可能的冲突。有美媒报道，早在今年1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泰兹利特就表示，大国竞争将导致国防预算膨胀，将为公司带来更多业务。雷神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格雷格·海斯告诉投资者，东欧紧张局势让公司看到获益机会。不仅如此，欧洲国家也对武器装备有着迫切的需求，多个北约国家已经加快了对武器的购买。德国就率先提出了增加国防预算的开支计划，提出要对武器进行改造和升级，其中就有与美敲定采购35架美制 F-35隐形战斗机的计划。欧洲如此着急补充自己的武器库存，其背后也并非是无私奉献，而是借着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机会，开始处理自己的过时武器装备，只有这样才能借此补充先进装备。同时，虽然北约是全球最大的军事集团，但大部分成员国并不是军事装备大国，他们最终为军备所进行的投资，最终的利益也都会涌向美国军火商的口袋里。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防务力量近期在演习中高调展示发射美制 FGM-148标枪反坦克导弹，您对此有何观察？主持人好，首先我认为对此不必过度解读，美制 FGM-148标枪反坦克导弹在岛内防务力量的装备序列中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公开资料显示，2002年、2008年、2015年、2021年。台湾方面共分4批次向美国购买标枪反坦克导弹发射系统122套，导弹1124枚。同时，这也不是岛内防务力量第一次所谓高调展示发射标枪导弹。一是标枪在俄乌冲突中的所谓优秀毁伤能力，让同样拥有这款导弹的岛内当局看到了以武拒统的幻觉，让他们感觉自己又行了。正如绿媒3立媒体宣称，标枪搭配其他武器抵御解放军绰绰有余。我不否认标枪导弹是一款战术层面上很优秀的武器，目前来看，在俄乌冲突中似乎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但另一方面，一款在战术层面上再优秀的武器，也不可能在战略层面上改变局势。乌克兰问题和台湾问题之所以不具备可比性，不仅在于两者政治性质上完全不同，军力对比上也完全是2个概念。我向来喜欢以数据来做事实论述，但在以武拒统是死路一条这个问题上，我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如果一个人能看到并能理解解放军空军开始量产的歼20和近1000架歼10、歼11、歼15与歼16战斗机群，解放军海军2艘6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与近80艘054A 护卫舰、052C、052D 驱逐舰以及055万吨大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相信以武拒统是死路一条，根本就是不需要讨论的，因为这已经是一种常识，不以岛内当局的喜好为转移的常识。无论岛内购买再多的标枪导弹，乃至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都无法改变的常识。其次，岛内媒体借着俄乌冲突的时间节点炒作标枪导弹，
也是在对台湾民众进行系统性的恐吓，制造剧统氛围。尽管台湾媒体用了秀肌肉等字眼，字里行间描写岛内防务力量怎样行，背后的含义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你不要过来呀，再过来我就打你了。这句话看似是向着对岸的解放军所喊，但实际对象却是岛内民众。大陆方面对于统一台湾有着明确的原则，那就是不放弃武力统一的底线，但首先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岛内在大陆未优先强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主动喊打喊杀，甚至细化到具体的武器战术对抗，无疑是淡化统一问题中的和平路径，令台湾民众在认知逻辑中将统一与战争相联系，进而产生剧统的观感。您刚才提到了乌克兰问题和台湾问题完全不具备可比性，但我注意到呢，两者之间都存在着某种美国军工利益输送问题。有观点认为，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极其热衷于制造区域矛盾和地区紧张局势，甚至绑架了美国对外政策。您如何看？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1961年，军人出身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告别演讲中首次提出军工复合体这个概念。艾森豪威尔表示，庞大的军队和庞大的军事工业相结合，深刻影响着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强调，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在政府内部取得非正当的影响力，因为这种权力的恶性增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只会继续存在。冲突带来利润，为了追求新的利润，因此追求新的冲突，这的确是一种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军工复合体以资本绑架美国对外政策，这个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它的战略利益并不以金钱作为唯一逻辑。比如说台海局势，自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43年间，美国共对台军售超过100次，金额超过900亿美元。即便我们说美国卖给台湾的都是老旧武器、二手武器，900亿美元的销售额在绝对值上其实并不高。美国2021年1年的武器销售额就超过了2850亿美元，所以对于美国而言，制造台海紧张局势不是为了军售赚钱，而是军售是为了推高台海紧张局势，乃至是整个亚太的紧张局势。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动机当然也有经济考量，比如说通过紧张局势来挑起区域军备竞赛，美国军火商好从中得利，但更多的还是出于某种地缘战略考量，为美国保持在亚太的强势军事政治存在制造必要性和合理性。不恰当的讲，这个世界上谁最希望中国大陆坚持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底线？除了渴望祖国无论如何也要统一的中国人之外，也许还包括某些美国人。当然，如果他们的博弈论水平和眼界足够高的话。当然，就像我刚才所讲，这些武器无论在量还是在质上，都不足以在战争层面改变台海局势的大局。当然，这些武器也不是为了改变大局，而是不断为岛内当局以武拒统注入不切实际的幻想，为岛内拒统思想不断添油加醋，在最终的统一问题上为大陆制造困难。因为中国大陆并不是以单纯的政治与地理疆域统一为目标，而是追求人心统一。大陆要维护的是两岸共同的利益，但美国却不一样。美国期待中国大陆因为不忍心而不断退让，从而满足美国的国家利益。相较于简单的金钱收益，这样残忍的利益预期，也许更符合美国的对外政策逻辑。好的，也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上月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韩国防长徐旭之后发表先发制人打击的言论，引发朝韩互呛。就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派遣的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周日抵达美国，正式开启访美日程。当地时间周日，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派遣的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开启访美日程。团长朴振当天在杜勒斯国际机场接受采访时表示，代表团一行7人将同美方开展务实的政策协商。此访侧重专业性，将与美国政府、国会、智库人士进行对话，为巩固韩美关系奠定坚实基础。代表团此行将向美国总统拜登转交尹锡悦的亲笔信，
朴振强调，美方似乎对韩国新政府抱有不小的期待，在半岛安全形势愈发严峻的情况下，为确认美方的安全承诺，代表团将同美方深入探讨可行方案。朴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尹锡悦认为半岛局势严峻，韩美在确保半岛和平稳定、解决地区和国际问题方面可以合作的领域很多。他要求代表团就巩固全面战略同盟的议题，同美方进行务实协商。就新政府的对朝鲜政策基调，朴振表示，对朝政策要讲原则，恢复符合常识的正常朝韩关系非常重要。若朝鲜切实采取无核化举措，韩方也将考虑对朝援助、朝韩经济合作等事宜。下届政府和美方将敞开与朝鲜对话的大门，明确指出无核化是朝鲜应该选择的道路。就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朴振表示，下届政府和美方的立场将保持一致。朝核问题并不是首脑之间的决定所能左右的，而应制定现实可行、可验证的路线图，并以此为基础促成首脑会谈。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朴振被认为是尹锡悦政府外长的热门人选之一。但据韩联社报道，代表团周一原计划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不过，由于布林肯将于周二赴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因公务繁忙，尚未为韩方安排出正式会面时间。代表团正在与美国国务院就会面时间进行协调沟通，争取与布林肯会面。不过，就在尹锡悦派出赴美代表团之前，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圭德上周六也抵达美国，与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部就联合国安理会动向进行讨论。据韩联社报道，鲁圭德周日前往华盛顿，同美国对朝特别代表金盛进行磋商，并会晤美国政府人士，就应对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等韩美合作方案进行讨论。韩国现任政府与后任政府先后派代表赴美访问，且均谈及半岛局势。此举也被视为双方在对朝政策上有不同声音。此前有分析指出，尹锡悦在多次讲话中曾多次透露，下届政府会增强韩美同盟，在对朝问题上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因此，代表团此番访美是否会令韩美对朝态度发生改变，备受关注。尹锡悦认为呢，过去文政府呢比较消极，这个尹锡悦这个新政府上台之后呢，他更积极的参加这个包括这个扩的四国安全机制啊，包括这个部署一些新的对朝遏制的战略资产呐，这些方面呢，跟美国加强合作。尹锡悦这个现在还没上台，朝鲜南北关系现在就很紧张，所以呢，这个强度上，朝鲜的应对他的这个举措呢，也可能比之前的政府他的举措的强度也好，他频度也好，我觉得应该是加快的。